叙利亚的局面因为哈米德侥幸存活，以及黑水公司的倒台，进入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。反对派那些主张干掉哈米德的高层，因为计谋失败并且被公诸于众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声讨。现在正是人人喊打的阶段，他们虽然可以不顾国际声誉，但在内部的权威也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人民质疑他们，内部警惕他们，对他们来说，处境确实有些不妙。所以短时间内，他们已经绝对不敢再搞什么骚操作。而且反对派的内部本身也有各种派系，核心层自成一派，一些外围的小军阀则和哈米德一样，处境尴尬，甚至危机重重。这次哈米德遇袭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。哈米德平安回去之后，按照叶晨教导的，与反对派里一些比较边缘的人物联系非常密切。他一直在给这些人发动心理攻势，让他们也都对当权者有了很大的戒备心理。大家组成了一个联盟，要在这件事情上共进退。只是哈米德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联盟内部的实际凝聚力有多强，以及凝聚起来之后的实际战斗力有多高。所以他现在还是打起12分精神，在肃清了内部奸细之后，把平时负责放哨以及安防的人手增加了3倍，挂在热成像的无人机接替起飞，24小时不间断对周围方圆几十公里范围进行侦查，生怕敌人来搞偷袭。叶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有几个小时视察的他还在睡梦之中。接到叶晨电话，他赶紧精神起来，激动地问：叶老弟，你找我有什么吩咐？叶晨问：老哥，最近几天情况怎么样？哈米德叹了口气说：最近一直在按照老弟你之前的吩咐，暗中联合反对派内部的一些军阀，跟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同盟协定。叶晨问他，那几个军阀实力如何？实力，哈米德尴尬地说，他们实力都不太行，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，队伍也被整编进了现在的所谓政府军。不过他们因为我的遭遇，现在都风声鹤唳，也都很渴望找个机会能把自己的队伍剥离出来。叶晨嘱咐道，你可以撺掇这些跟你一样的军阀，按照你的模式搞自治，最好也能跟你一样，实控一片区域，并且高筑墙，广积粮。这年头，把后背交给战友其实并不保险。如果能自己打造一道铜墙铁壁，安全性会提升很多。哈米德感叹，他们倒是想，但哪有这么容易实现啊？反对派的核心层对他们一直非常戒备，如果他们想把已经被整编的军队再重新拉出来，核心层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叶晨微笑道，以前不会同意，现在情况就不一定了。他们现在肯定也焦头烂额，毕竟已经坐稳江山，不再是以前的反对派了。这次搞出这种恐怖袭击的操作，对他们的形象影响太大，再加上内部军心涣散，这时候如果继续对其他军阀保持高压，不等以前的政府军回来，自己内部可能就已经乱了。所以现在正是推进分封制的好时机。分封制，哈米德有些疑惑，不太明白叶晨的意思。叶晨道，换个说法就是现代联邦制，大家都跟你一样，争取一个自己的封地，带着自己的武装在自己的封地经营，平时高度自治，但在类似外敌入侵、内部起义这种重大事件上，听从联邦管理者的调度，一同对抗敌人。哈米德迟疑片刻道，很多人眼看我差点死在马尔代夫，可能都联想到自己将来有可能也会面临一样的下场，甚至很可能没我这么好的运气。现在他们一个个人人自危，如果能高度自治，肯定是最好的选择，就是不知道核心层会不会开这个口子。叶晨淡淡道，会不会开这个口子，取决于内外的压力够不够大。压力不大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既要又要，但压力太大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自动有所取舍。既然现在外部有了很大压力，内部也有了很大隔阂，只要这些和你一样的军阀能够联合起来，争取高度自治不是什么问题，前提是要把首都以及经济富庶区留给核心层。哈米德感叹，
如果拿不到经济附属区，就算和新层同意，也大概率得去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从头开始。这些军阀恐怕没有这么充足的起步资金。叶晨笑道，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了。伯纳德·埃尔诺刚才给我打过电话，他愿意捐赠2亿美金给你，帮助你巩固在叙利亚的局势。我觉得你可以拿出一部分来，支持你那些难兄难弟筹建自己的领地。哈米德惊呼，埃尔诺捐给我2亿美金，这应该全是看在老弟你的面子吧？叶晨笑道，看在谁的面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2亿美金能帮你笼络不少人心。哈米德感激不已地说，叶老弟，你实在帮我太多了，我都不知何以为报。叶晨道，你我之间不用这么客气，更何况万隆店的根基也在叙利亚，将来需要你们两方互配合，相互帮助，抱团取暖。你好起来，大家抱团的实力才会好起来。说罢，叶晨又问他，对了，你回去之后有没有跟反对派首脑联系？没有。哈米德有些悻悻地说，这帮言而无信，背后放黑枪的王八蛋，我可不想跟他们再有什么接触。叶晨淡淡道，不要这么意气用事，他背后放黑枪，没把你放倒，那你就要学会借着这个机会撒泼耍赖，好好讹他们一笔。听我的，今天就找他们要个说法，让他们给你一定的补偿，否则你就一直不要消停，不但要在叙利亚闹，还要在互联网上闹得人尽皆知。没事也可以上网注册个人账号，拍短视频，搞直播，事情闹得越大，他们对你就越是忌惮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，逼着他们跟你达成和解。和解？哈米德问，叶老弟，你想让我怎么跟他们和解？叶晨道，让他们至少给你一定的补偿，最好是逼着他们答应扩大你的领地范围。到时候你就请一支勘探队伍，看看你的领地内有没有石油或者天然气，如果有，咱们就投资开采。哈米德说，老弟，就算我能挖出石油，也没有路子卖出去啊，我没有进出口业务的资质，人家也不会跟我这个军阀做买卖。叶晨笑道，不需要你来卖，只要你的领地内能开采出石油，我就让万隆店投资一座炼油厂，汽柴油直接由万隆店内部消化，重油可以卖给伊苏航运，直接在海上加给途径的货轮，一切行程内部闭环，到时候让万隆店给你结算，你只管收钱就好。